我常说一句话，人活到晚年，最怕的不是死，怕的是那个病的过程。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老人一病倒，整个家庭的气氛就变了，儿女的脸色也变了。这背后藏着什么规律？今天我要跟你讲2件事，万一你病倒了，这2件事打死都不能求儿女。你求了，你这辈子的尊严就全没了。你看这个病字，外面一个飞旁，那是人躺在床上的样子，里面一个丙，丙在五行里属火，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病倒的时候，你的心火在燃烧，你的情绪在燃烧，不仅烧你自己，也在烧你身边的人。易经告诉我们，居安思危。很多老人觉得我现在身体好，不用想那些病榻前的事。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的糊涂。你不在清醒的时候把规律看透，等你真的躺在病床上，神志模糊，体力全无，你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谁也救不了你。现在是2026年，磁场变动非常剧烈，年轻人的压力已经到了临界点。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老人如果病倒了，该如何跟儿女相处？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人性博弈。我今天要讲的这2件事，不是教你冷酷，是教你如何在血浓于水的亲情中，为自己留住最后的尊严，也为儿女留住那份珍贵的孝心。第一件绝对不能求儿女的事，求他们不计代价的花钱来换你的命。这不是冷酷，这是最高级的慈悲。我们要深刻理解一个字，叫为。在家庭这个系统里，父母永远是天。天是什么？天是给予者，天是定海神针。当你病倒在床，如果你卑微地拉着儿女的手说，孩子，爸妈还想多活几年，哪怕砸锅卖铁卖掉你的房子，你也得救救我。在那一瞬间，你这个天就塌了。你把自己从一个长辈降到了一个债权人的位置。人性是有极限的，人性经不起极限压力的考验。现在的年轻人背着房贷车贷，养着孩子，职场上还随时面临大洗牌的风险。如果你这时候强迫他在父母的命和自己的生存之间做单选题，你这不是在求生，你是在给孩子下毒。当你开口求的那一刻，你就把孝顺变成了一种强迫。即便孩子最后听了你的，卖了房借了债把你救回来了，我敢保证你余下的晚年生活不会有1分钟的安宁。因为在那笔巨额债务面前，在那份牺牲掉的生活质量面前，儿女看你的眼神会从心疼慢慢变成厌烦，最后变成逃避。这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底层逻辑。这不是儿女不孝，而是你亲手毁掉了那份孝心的支撑点。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是你一定要在健康的时候守住你的那笔保命钱。这笔钱是你最后的主权，是你跟医院对话的底气。当考验来临，你平静地告诉儿女，医药费我都准备好了，你们按程序办就行。你这不叫求，这叫令。你手里有筹码，你就是主，儿女就是从。在这种气场下，儿女照顾你是没有压力，甚至会因为你活得独立而更敬佩你。这份敬才是晚年尊严的源头。如果你把钱早早给了儿女，或者自己根本没攒钱，到了病榻前再去求，你求回来的可能只是几个月的苟延残喘，丢掉的却是你这辈子积累的所有尊严。我们再深入想一层，
很多时候医生说已经没有抢救价值了，或者是那种需要插满管子住在加护病房里换来的生命。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祈求儿女去交昂贵的账单，你就是在拿儿女未来的福报去续你已经到头的命数。老天爷给每个人的阳气是有额度，额度用完了，你要体面的交叉，强求来的日子是不吉祥的。如果你能看透这一点，留给儿女一份家产，而不是一份债务，你即便走了，你的灵魂也是高大的，全家人都会永远感念你的恩德，这才是真正的慈悲，这才是真正的智慧。第二件，绝对不能求儿女的事，求他们随叫随到地，提供情绪价值。病倒的人心里是非常脆弱的，人一脆弱就容易变得特别依赖。你看很多老人在医院里刻离不开儿女，儿女回家洗个澡他也要闹，儿女接个电话他也要疑神疑鬼，觉得孩子不爱他了，甚至在病榻前不停地诉苦，求儿女多说好话，求儿女整天守着自己。各位，你这是在贬低身价，是在把自己变成一个情感黑洞。你要明白，儿女在医院守了一夜，第二天还要面对上司的责难、客户的刁难。如果你还要强行索取他们那点残存的情绪能量，你就是在逼着他们离开。人性有一个最隐蔽的特点，人只会尊重那个他搞不定的人，而会逃避那个他摆不动的人。当你病倒后，如果你能保持那份岿然不动的定力，儿女来了，你给个笑脸说，我这挺好，护工很专业，你们该忙你们的。你越是推他们，他们越是想凑过来，你越是求他们，他们跑得越快。这在易经里叫观卦，你要学会当一个观察者，保持沉默，保持体面。你身上那种沉稳的气场会让整个家庭的风水稳住，而你会觉得只要爸妈在那定着，家就没散。你要知道，病房里的气场通常是阴森的沉重。如果你是一个整天哀求抱怨流泪的病人，你就是在往这个家里灌注阴气。2026年赤马红羊年，易经卦象显示火气极旺，火旺的人容易躁动。如果你在这种时候试图用病弱来控制儿女的时间，你会发现你换来的绝对不是陪伴，而是激烈的对抗。智慧的老人懂得用水克火。水是什么？水就是柔顺，水就是安静。你病了，你就安安静静的养，保持那份沉默和体面，你反而能聚住全家人气。我们再谈谈关于敬这个字。儿女对父母的爱如果没有了敬，那这份爱很快就会变成怜悯，怜悯到了最后就是厌烦。你病榻前的所有哀求都是在消磨那份仅存的尊敬。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和你的配偶，没有人能真正完全分担你的痛苦。有些东西握在手里是权利，交出去是灾难。你留给自己的是主动权，留给儿女的是敬畏心。人到晚年，真正的修行不是在佛堂里敲木鱼，而是在这病榻前修这份求人的智慧。我们要深刻反思，为什么很多老人会落到讨嫌的境地，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我，他们把生命所有的价值都挂在了儿女的脸色上，这在易经里叫失位。一个失位的人是没有磁场的，即便你现在身体健康，也要在心里演练这份智慧。你要想，如果明天我倒下了，我该如何优雅的应对？我手里的钱够吗？我心里的定力足吗？我能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还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当你有了这觉悟，你的生命就真的通透了。
你会发现你对儿女的爱不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依赖，而是一种高山仰止般的照耀。我们要记住一句话：晚年不求大发，只求大顺。大顺的来源就是你的主见，你手中有粮，心中有数，门内有清风，这3点守住了，你就是晚年最幸福的神仙。不要怕老，要怕活得不明不白，不要怕生病，要怕病得没了尊严。人这一辈子最后这几步路节奏一定要慢下来，这不是让你停止工作，而是让你停止内耗，守住你的这份沉默，守住你的财产产权，守住你的安宁心灵，这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也是对家庭最高级的扶持。很多人问我，万一我不求孩子们真的不管我了怎么办？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孩子因为你不求，你不卑微，他就不管你了，那说明你这辈子教育彻底失败了，即便你去求他也管不到底。反过来，如果你的孩子是有良心的，你的这份独立和体面会激发出他内心深处那份最深层的愧疚与责任感，他会想尽办法对你好，因为他不想失去你这座可以依靠的智慧灯塔。这就是人性的辩证法。你退后一步，海阔天空；你逼近一步，悬崖峭壁。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太多的风浪，我们习惯了为别人负责，却唯独忘了为自己的晚年尊严负责。守住这2件事，不求人，你就是全家人心中的定海神针。你活得越独立越体面，你的晚年福报就会越绵长。我们还要明白一个道理，病榻上的言语其实是有一种咒语的力量。如果你天天说我要死了，我没用了，我是个累赘，那你就是在给自己下咒。周围人听多了也会在潜意识里接受这个设定。真正的智者即便躺在床上，眼神也是坚定，他会对儿女说，这点小毛病不算什么，老天爷让我躺几天是让我歇歇，你们该干嘛干嘛去。这种气概会让病魔都退避三舍，也会让儿女打心底里佩服自己的父母。这才叫老当益壮，这才叫死而后已的风骨。所以老朋友们，不要在病床上丢失了你的英雄气概。病的是肉体，不能让灵魂也跟着瘫痪。你要学会跟病痛和平共处，把它当成人生最后的一场闭关修炼。这段时间是你跟自己的灵魂握手言和的最好时机。你不需要外在的喧嚣，你只需要内在的安详。当你能做到祈求不抱怨控制的时候，你的病房就不再是阴气沉沉的痛苦之地，而是成了一个充满智慧光芒的道场。儿女来望你看见的是一个安详长辈，他们学到的是如何面对人生的终点。这就是你给孩子们上的最后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这比你留给他们几百万遗产都要珍贵得多。这叫传家宝，这叫慧根。愿每一位老朋友都能手中有粮，心中有数，无病无灾，得大自在。如果您觉得这番话点醒了您，别忘了转发给您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要互相点拨，一起在智慧中优雅的老去，守住你的胃，护住你的气，让我们一起在这多变的时代修得晚年的圆满。愿大家平安喜乐。